们进入矿山那一天，我就被龙之关押在了矿洞里。小柳，醒醒！小柳，你看看我！小柳，小柳，我才是高山，我才是高山啊！你们冲我来！你们冲我来啊！我听守卫说，你往黑石城来，就决定逃跑了。但我在逃跑的过程中走投无路，只好掉入金池，身体被池水给腐蚀了。但还好，青叶救了我。他的咸竹能缓解我的症状，可当我再次醒来，我已经变成了浑身蛇鳞的怪物。又过了不知多久，我也习惯了。饿了就吃鸡4坑的肉骨，无聊就在金池里游泳，随心所欲的也没什么不好。谢小姐，这是我在池底找到的兽首黄羊的碎片。你出去了试试看，能不能把它复原？我拼过，一块都不少。还有一件事，之前我背叛了大家，曾经拿枪指着你，如今你还愿意来找我，我很感激你。但我希望你跟大家说，高山已经死了。小柳可能会难过，但他难过一阵也就好了。小柳就是嘴巴厉害，心其实很软。他会因为同情而跟我在一起。但是你看，我现在的样子，我们不可能的。高深，你跟我出去好吗？我们可以不出关。我先给你找个地方安置，我们找医生也好，方式也好，我们一个一个的试。我们总会有办法治好你的。谢小姐，我拜托你了，你就让我一个人留在这儿。高深，
高深，你等我消息。谢谢。醒了？嗯，怎么了？头不舒服了吗？放心吧，东哥，我伤早就好了。睡一觉，才有力气接西姐跟高升呢。小柳，你干爹背后的生意你并不知情，他现在已经伏法了。之后你是要工作还是学习？我和飞涛都会帮你。是啊，小廖，必须帮你。好的，谢谢东哥，还有堂哥。哟，这可是你第一次叫我哥，哈哈，我也升级了。找人把兽首修复一下。李金鳌，谁呀？高深的事怎么样？不乐观。右喜小姐，你来看，这儿咸猪慎用，过量恐有人蛇之语。这个世间万物啊，它都是相生相克的。咸猪是药吧，但它也是毒啊。大量的使用咸液之后，虽然说止住了它皮肉的腐烂，但是啊，在它这个皮肤的表层啊，也会形成一层永抗晶池的蛇鳞。接着，他的大脑就会受到伤害，记忆会一点一点的消失。再接着，他连他自己是个人他都不知道了，他会彻底的变成一条人蛇，多可怕！如果按你所说的，你上次见他的时候，他皮肤上已然形成了那层蛇鳞，那完了，那留给他的时间不会太多了，说不定你下次去看他的时候，他就已经变成一条人蛇了。这就原来我们在市集上收集到的所有异兽条目，我都找方式核对勘误过，绝不会有错。但是，刘喜小姐，你跟我来，来。我现在啊，有一个大胆而且疯狂的想法，把高升跟皮影人结合在一起。这是有记录的。你觉得我这个想法怎么样？怎么做呢？这个事儿概念简单，但处理起来细节比较复杂。我还得上博物馆去查看典籍，一定全力以赴把高升救活。虽然跟皮影人结合后，高升也许会体现出皮影人的特性，但总比什么人妖人蛇强吧？可是皮影秘术已经失灵了呀，没有皮影人可以站得起来。皮影人要想站起来，刘喜谷就得死，得还骨皮影人。但是你看，你这截骨头，不就等于完美的死去了吗？不就等于已经还骨于皮影人了吗？那等于说，只要我同意，高深也同意，就可以立马实施了。不过还有一个难点，人和皮影人要想结合在一起啊，这个皮影人啊就得雕刻的惟妙惟肖。但是他现在毁容了，你说到哪去找一个这样的雕刻师？还得知道他以前长得什么样，还得把他雕刻的惟妙惟肖。难点在这儿。巧了，我刚好认识这么个老艺术家。老艺术家。
这样的人。量之兽，东哥，你回来了，回来看看。快进屋。东哥，这个施小姐，我愿意当个皮影人。你想清楚了，当了皮影人之后，你只是有一个人的模样，但毕竟跟人还是不一样的。我很满足了，可以见光，可以说话，可以有个人的样子，在太阳下走。我很满足了。李金鳌，哎呦，刘琦小姐，这马上出关了，你怎么还有功夫上这儿来啊？不放心是吧？哎呦，你放心吧，你出关的事我都给你安排好了，而且你出关以后交代我们的事儿，我们也一定会做好。什么意思啊？拿着。我真的我对这个真不敢走了。谢谢啊，谢谢刘希小姐对我的信任。你放心，我会用我的生命保护她，我会寸步不离地保护她。谢谢，我是好了，别跟我煽情，走了。谢谢刘希小姐对我的信任。谁能想到对付异兽的不是方术，而是法杖上的黄金？这黄金啊，永远是个好东西，这从来不会改变。但我觉得现在有些情况该改变改变了，比如说，羽林卫和方氏为什么要家族垄断？为什么要世袭相传？每一个人都应该有选择的权利。从此以后，羽林卫和方氏就是职业，不再是家族之名。想做羽林卫的就可以做羽林卫，那些学术技能过关的也可以入方氏门。当然，那些世袭的羽林卫方氏，要是不想继承父业，没关系，也可以做个买卖，当个手艺人。我觉得挺好。那交给你们了，没问题，我很快回来。路上小心。希姐，这个我找人补好了。
叶流西要出关了，2只兽首黄羊杯都在他手上。如果他开关，你不担心吗？我为什么要担心啊？这就是西出玉门。有心事？咱们跟着西主9个月就打下了黑石城，就连当年的厉望东，太没这本事，是不是？就是啊。不过打下黑石城还不算什么，咱们西主那可是出关的角儿。下一步绝妖鬼于玉门，咱们就可以出关，过好日子去了。大哥，这不行吧？那关外的铁皮车都满建好了，还有什么飞机啊、大炮，人还多。那咱比人吗？比不过吧？那比家伙事儿，那更不行。那怎么打？是啊，要是把我们当成怪物都关起来，那可惨了。哎，大哥，要我说，要不咱们还是搞偷袭吧？打完咱就跑，跑完接着回去打呗。回去就是了。他们怎么到了别人的地盘，不应该是安守本分、客客气气，跟人搞好关系吗？怎么想的还是打抢，被关起来？我真的要带这些人出关吗？阿和，你想出关吗？出关一步，血流干呢。我之前进羽林卫的时候，就听他们讲的，这博古妖家自带诅咒，这关内人出去了，立马变干尸，一滴血都不剩。所以，我也一直都没想过要出关。那如果不用血流干，你想？也没有特别想。之前看小电影的时候是有点羡慕，但也就看看。真出去，这么多人，怎么去适应外面的生活？我觉得现在就挺好的。哦，还有啊，我们光想着出去，也不想着别人怎么看。哦，换作是我，这么多来路不明的人突然出现，这不是惊喜，这是惊吓。那让你一辈子待在关内，你甘心吗？我觉得关内也挺好的，金窝银窝，不比我的狗窝吗？就算这关内真的很多地方不如关外，那我们也可以靠自己的生活去解决啊。为什么一定要跑到别人的领地，去看别人脸色？我一直以来就只有一个目标，打开关内破玉。要想开关，就要放出博古妖家里的异兽。这些异兽说不定会危害关内外的百姓，但是要将异兽灭了，我这钢筋铁骨、昌东的新贤、高深的皮影人，还有你的带蛇，就全部都没有了。怎么能又想着依赖他，还想绝了他？
但这毕竟是我长久以来的梦想。不过现在，我有了另一个梦想，那是一个不再杀戮嗜血的世界。是昌东跟你们改变了我。不是，哎，你说现在东哥身体好了，这次来接西姐，很有可能西姐就出来了。咱就这么个接法，是不是也太寒酸了？怎么，你要敲锣打鼓拉个横幅吗？真是不解风情。你说西姐出来，第一时间她想看到什么？东哥和我。她想看到的是气氛，既熟悉又陌生，充满回忆，恍如隔世的气氛。那怎么弄啊？东哥，你比如啊，咱把西姐之前那破面包车咱给她开了。西姐一看，车没变，咱人也没变，她在回想这几个月的种种。哎呦，那你说那气氛一下子不就上来了吗？哎，得了吧，咱要开那破车来海龙堆，咱都开不到这地方。会不会是西姐来了呀？起风了。也不一定，这段时间这个地方风本来就大。西蝶，无论你做任何决定，我都会跟着你。我等你回来。说万一西姐出来不知道咱们在这怎么办呀？要不然我放几个小眼儿吧，那小眼儿它顺着它飞过去，它看见小眼儿不就知道咱们在哪儿了吗？行啊。哎，东哥，对不起啊。没事儿。在过了很久之后，也就是我能够自由地进入黑石景典藏室，研读关内外书籍之后，我才大概知道关内外是怎么一回事儿。哼哼，用关外的话来说，那就是很久很久很久以前，连接在一起的关内跟关外的两个世界，不知为何分割开了。成为平行存在的两个世界，而无法接触到彼此。关内关外的风俗人文、物种特性、地域风貌各自演化，各自不同。两个世界冥冥之中又存在着某种关联。关外呢，
能有他们自己的说法，我们关内则叫它玉门关。关门内的博古妖架就是之一。要进出关内外，要么有兽首黄羊，要么有像叶流溪一样的特殊体质，不然关内的人到了关外，就像鱼离开了水一样，出关一步，血流干呐。月光悄悄，岁月某一刹，卷起淡漠，慢慢的风沙。程东，我再一次选择从博古妖家经过，是因为我相信你会在那里，一定在那里，不会让我失望。门后藏着一道疤。古老歌谣被谁给丢下，埋在迷雾静静的开花。我们坍塌命中的悬崖，却又期待真心的回答。上一次经过，穿过荒凉，拥抱了戈壁美丽的星光。你微笑的模样，每一个的肩膀，经历路上默契相望，有一起平淡茫然，彼此围着我去散落。是风里的大墙，是地狱寒夜的坚强，是指向幽暗的时差。那天开始变成了牵挂，听惯呼啸而来的风沙，呼啸而来的风沙。我是追个求救的人啊，谁的心里没有一道疤？在出关之前，我问了银蛇，结果为什么你知道了？说什么呀？说我这趟出关，不管我求什么，都会顺心随意。没事，你有你的步骤，我尊重你。你计划你的，我完成我的。未来你要是觉得你的好，就再来一次；要是不如我的，就以我的为准。好。每次的绝望却散忘了，是风里的大墙，是地狱寒夜的城墙，是指向我们的生长。让你去。沙场梦啊，越过年华，醉了就挥挥。大呀，别去害怕，纸面纷杂，有我啊，有我啊。一起乘风穿过荒凉，跟了我吧。拥抱了戈壁美
你把我当什么人？这金子能卖多少钱呀？讲完了。那您还没有说，那个高升和小柳到底最后结婚没有？还有那个肥堂和阿和，后来就生活在关内了吗？那这样吧，您告诉我，昌东和叶流西生的是男孩还是女孩也成？我不是说了吗？这都是我听来的故事。叶流西和昌东都是那故事里的人，还有那个关内关外都是传说，你根本找不到他们去过的地方。行了，这个故事我讲到现在算是结束了。酒也喝完了，今儿个咱爷俩在一块聊天，这是缘分，得赶路喽。老人家，您不住店了吗？来来来，阿和，开张哥。OK 了，吃好吃的，走。自己去看嘛。你在画什么呀？我在画我妈妈。你吹牛吧你！你妈妈怎么可能是一个机器人呢？小东西，走，回家。爸爸妈妈，你们回来了。啊，走啊！来，跳着走。呀，给你抬起来，抬起来，抬起来。关于丁柳和高升的结局吧，当然是有情人终成眷属了。据说在沙漠深处起风沙时，人们偶尔会看到一辆满载货物的吉普，车上有一对年轻的男女，看起来非常恩爱。他们自由穿行在大漠中，从此再也没有分开。
的壁垒。当封存的记忆随那风沙而沉睡，当选择继续为征途坚定无畏，当诡谲的世界与平行现实相悖，让彼岸蔚蓝乱散场相爱。似是而非，挣扎错对，是时间存在，众生皆为爱与所谓百转千回，是要踏入玄关的爬前浴血纷飞，只为万世无悔。似是而非，挣扎错对，是时间存在，众生皆为爱与所谓百转千